杨幂5.4亿争女儿抚养权，离婚5年，网友错怪了她，原来背后另有隐情。前阵子，香港媒体突然爆了个大瓜，杨幂斥5.4亿争夺小糯米的抚养权。此消息之所以被突然爆料，是因为他们发现自今年3月香港通关以来，杨幂频繁前往香港，并经常带着她的父母一起去看望小糯米。甚至还有传闻称，早在4年前，杨幂就想将女儿带回北京，但由于疫情原因，只能暂时放弃。与此同时，刘恺威也被传出与新女友交往，甚至可能有结婚的可能。先不论传闻的真实性，杨幂身为85后的代表人物，一直以来都如女战士般毫不畏惧，即便是结婚生子，也未对她的事业造成太大影响。相较之下，其他如刘诗诗、唐嫣等85后的女演员，在结婚生子后都变得较为低调。赵丽颖和杨颖都是有野心的女性，但她们也都经历了离婚。令人惊讶和心痛的是，尽管他们的离婚声明中都提到孩子将由双方共同抚养，但实际上孩子主要还是由男方照顾。写到此处，我们不禁要问，在婚姻中，女性是否总是处于弱势地位？尤其在婚姻走到尽头，需要决定孩子抚养权的时候，即便是经济实力强大的女明星，在离婚时都会面临这样的困境，更何况是普通人呢？在过去的几年里，杨幂在事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，但她在舆论场中也受到了许多批评。她在生下女儿小糯米后不久便重新投入到工作中，当时有很多人指责她都已经当妈妈了，但还没有像个妈妈的样子。在她与刘恺威离婚时，由于小糯米长期居住在香港，因此出现了大量赞扬刘恺威是个好爸爸，而批评杨幂不配当妈妈的帖子。杨幂的前公公刘丹也曾多次暗示她只关注事业，忽视了女儿。那么，在大家眼中，一个合格的母亲应该是什么样的呢？是像贾静雯那样，即使形象受损，失去一切，也要争取到女儿的抚养权，还是像赵丽颖那样，即使在嘈杂的片场环境中，也要把年幼的孩子带在身边？她们被大家称赞为好妈妈，被认为非常强大。然而，仔细思考这些话语和对比背后的逻辑，我感到非常心酸。整个社会似乎默认了养育孩子是妈妈的责任，对于爸爸们在育儿方面的宽容，而对于妈妈们则相对苛刻。男性不带孩子或者偶尔带孩子被视为正常现象，而女性只要缺席就会被指责为失职，被认为不是个好妈妈。然而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根据中国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，离婚时只有1/6的男人会选择要孩子。那么，为什么男性在离婚时更倾向于选择要房子而不是孩子呢？我曾看过深圳街头的一个采访，问题是，如果离婚，你是选择要房子还是要孩子？几乎所有被采访的男性都表示他们想要房子，他们认为深圳的房价非常昂贵，为什么要留给他？孩子可以再生，但是房子就很难再买到了。而女性的回答则恰好相反，她们认为孩子比房子重要得多，要房子有什么用处呢？每个人在面对选择时都会有自己的考虑和权衡，但是从这个采访中，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，母亲对孩子有着本能的爱和关注。易律师曾经处理过400多起离婚案件，他发现一个普遍现象，男方往往更看重财产分割，而女方则更加关心孩子的抚养权问题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人曾经说过，母亲是生物学的必须，而父亲是社会学的发明。而妈妈们也因此总是容易被道德绑架。前段时间，一位名叫碧婷的母亲在网上发帖求助，她的孩子被前夫范某某强行带走了。范某某没有稳定的工作，身患糖尿病，与碧婷发生争执时甚至会动手打人，
并强行带走了他们的孩子。自此以后，碧婷被迫与孩子分离，想要见上孩子一面，只能守在前夫家门口碰运气。像碧婷这样被迫与孩子分离，难以见到孩子一面的母亲，在网络上有一个统一的称呼：子丝带妈妈。子丝带妈妈这一称呼揭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：在离婚时，孩子的抚养权应该归属于哪一方？理论上，抚养权的归属应该是基于哪一方能够提供更有利于孩子生活的环境，例如稳定的住所和优越的生活条件等。然而，在实际情况中，也存在男方不顾一切想要争夺孩子抚养权的情况。这种现象在男孩的情况下尤为普遍，甚至还存在这样的情况，即孩子明明被判给女方，但男方却强行将孩子带走并藏匿起来。子丝带妈妈们在网络上互相支持，为了找回自己的孩子，正在进行漫长的拉锯战。然而，他们往往会遭遇许多挫折，大多数时候只能面对失望。一旦孩子被男方带走，通常会搬家、转学，即使他们能够见到孩子，孩子也很可能会被灌输对妈妈的仇恨意识，认为妈妈是不要自己的坏女人。有时候想想，这也挺讽刺的，一方不择手段地争夺孩子的抚养权，却又不对孩子的成长负责，甚至故意灌输仇恨意识，让孩子在仇恨中长大。那么，对于离婚的人来说，关于孩子抚养权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呢？首先，双方最好能够保持和平、无争执的状态。在这一点上，我认为近年来娱乐圈的明星夫妇们做得还不错。在离婚时，他们都能够维持表面上的和睦，对孩子也采取共同抚养的方式。在私下里，他们也没有暴露出任何争执和不和。此处我们应该牢记伊能静的话，即使无法成为好夫妻，也要努力成为好父母。婚姻是我们的秘密，为了孩子，我们应该保持曾经的相爱，并避免互相伤害。其次，当涉及到孩子的事情时，双方应该进行商量和讨论，努力为孩子创造一个温暖和有爱的环境。离婚是两个成年人之间的事情，它仅仅意味着夫妻关系的结束，但并不妨碍双方继续承担作为父母的职责，以亲人的身份陪伴孩子成长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应该向李亚鹏和王菲学习，他们友好的分手并体面的离婚，离婚后都履行了承诺，共同抚养孩子。在女儿李嫣生日的时候，他们共同为她庆祝生日，举办派对，当学校有活动时，他们也一起出席。尽管父母已经离婚，但李嫣所得到的爱并没有减少，这也难怪她会自信地说：“我觉得自己是完美的。”因此，相比在离婚时争夺抚养权，更应该思考如何成为一对合格的父母，将亲情延续下去。杨幂是否是一位好妈妈，只有她的女儿小糯米才有权利评价。我们可以确认的是，在这些年里，杨幂经常陪伴着小糯米，但却从未让她暴露在媒体的镜头下。相比之下，刘恺威一家人则经常让小糯米直接面对镜头。至于杨幂当初离婚为何会将小糯米留在香港生活，我们并不清楚。未来，她是否会争夺抚养权，我们也无法确定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母亲对孩子的爱并非只有一种固定的模式。无论是离婚时不争吵，还是争夺抚养权，或是放弃抚养权，都可以是爱的表现。希望与孩子日夜相伴是一种爱，放手也是一种爱。爱是冲动和冒险，爱也可以是冷静和克制。让我们对母亲少一点苛求和绑架，多一点尊重和理解。